前指挥使朱高煦，请皇上示。先看3000营。遵旨。明公。 撤退！爷爷，让长毛兵撤回来吧。左右两翼的骑兵都回防了，长毛兵很容易被他们吃掉。撤回来死得更快。你们去监斩两翼骑兵的主将，退后一步者死。是。是。
军威武！将军威武！明军威武！明军威武！征战20年，奔袭万里。今天我们就要会战敌军的主力了。我要你们和我一起马踏连营，我要你们和我一起血战沙场，让我们子孙永不再受战乱之苦。不破敌军，誓不回转；不破敌军，誓不回转。在这儿，在这儿。马拉人在。报！神机营已经展开，弓弩营待命。这样，还有这儿，还有这里，包抄过去。报！好，专车营左右两翼，驰兵进出。报！我军出战得手，遏制敌军攻势。长毛兵向前1000步。有令。长毛兵向前1000步。长毛兵向前1000步。你的瓦剌朋友呢？击破鞑靼部，就在此时。是。跟随徐达大将军北征，两淮之地，洪泽湖一带，本是鱼米之乡，几百里没有人烟，那草长了半人高，从老百姓院子里一直长到炕上。
敌人们把当地圈了做马场，人杀了埋在地下做肥料，那草长得才好。我记得清楚，那是盛夏7月，当地却阴寒刺骨，四野归火，遍地呜咽，10几万大军尽皆垂泪。徐达大将军说，再搞10几年，我们的孩子连唐诗宋词是什么都不知道了。起来吧。谢皇上。我明白老大的意思，要与民休息，要做明君。嫌我老头子没用，总带着你们到处打打打，杀杀杀，放不开手脚治国。你们是有的跟了我大半辈子，有的是最近10年跟上来的。我那些弟兄叔叔们，死的死，老的老，都凋零了。常遇春大将军受了6处箭伤，刚包扎好，敌人夜袭，又上马战到天亮，外面的铠甲都被自己的血泡透了。他跟我说：“小子，死在床上没出息，只要敌人还在，咱们该死在马上。”老大上折子来，说兵部没有钱，年年战争，财政赤字，高入泰山。我不能驳他，可我不能看着敌人做大冲进来。这场仗，就算你们都不去，我老头子匹马单刀，也不让他们跨进长城1步。我自己去。爷爷，孙儿与你一起，愿血战报国，不让爷爷为边关操一丝的心。愿随皇上血战到底。不破贼军，誓不回还。不破贼军，誓不回还。慢饮。告诉太子爷，士气可用，军心所向，不可逆转。让户部重新拿方案。各位，吃完饭，我们去神机营。上菜，把桌子换了。他是我的养马师傅瓦剌人哈斯珠子。皇上的行营也敢闯，拖出去！先扒了皮再问，向刺王杀价呀！这不是于谦吗？于谦，怎么这个打扮啊？回皇上话，皇上让我当弼马温，负责养马。到此何干呢？偷酒。走。
杨大人，我爹干嘛非得挑今天惹爷爷发脾气啊？户部当真没钱了？往年户部是年年难过年年过，今年迁都、大婚、出征，赶一块儿，太子也是2、3天没睡，账算不过来呀。迁都可以晚一点嘛，永乐大典也可以停一停啊。这话你太年轻，你不要讲。我明天去上折子，我来说。现在是非常时刻，你万万不可触怒皇上。保住太孙的位置，就是保护了太子爷。这话你要记在心里。今天你也看见了，开弓没有回头箭，想让皇上偃旗息鼓是不可能的事情。哎呀，兵部官员们也讨论了，对这次出征前景堪忧。你有没有想过，我们这次出征敌人到底是谁？是鞑靼，是瓦剌，还是兀良哈？连这个都闹不清楚，大军倾城而出，岂不危险？皇上想一举全部打垮，坐收100年之功，危哉呀！危哉！把吊着那2个人给我放下来。是。皇上圣功金安。行了行了，把你再扶起来。启禀皇上，儿臣听杨士奇说，皇上此次军演对儿臣指责有加，儿臣联合兵部和户部，又仔细地讨论了一番，大家共同写了个折子，这里边有14条不能打的理由，全写在折子上。砍头充军，大家联署，我们都认，望皇上预览。大婚的折子我刚批了，是275万7000两，也太过俭省了，委屈我孙子。我看再加200万，200万。你左右要迁都嘛，是不是啊？等迁都之后，好好装饰我太孙的宫殿。我打完这一仗，你也着手登基了，借着这个婚礼册封跟诸王、诸大臣多走动，多联络，行不行？好，行完吧。皇上，大婚是私事，您就是再赏我2000万两赏银也是没用。国是国，家是家，望皇上明鉴。老大，你得成全我。你知道，我活不了几年了。
爹，全国的精锐都在您的手上，万一有什么闪失，江山倒覆，那可是灭顶之灾呀！这怎么是我成不成全您的事情呢？这其中的危险，您应该看得见啊。就大半年，成吗？不成。3月，爹，您带兵出去只赚3个月，您这是哄小孩呢吧？您还不如点一员大将，到长城外头捡个软柿子捏捏得了。爹，您老了，塞外苦寒，您不能去了。您满朝文武啊，就你挑头唱反调，咒了朕大败仗，天下士气民心都在。您执意要打，儿臣是拦不住的。望爹能听儿臣一句话。一代人做一代人的事情，您已经做了很多了。让天下休息一下吧。这小子，过来，过来。你说该不该打？哎，你想好了？啊？想清楚再说。国家的未来都在你身上。我寄大希望于你。别像你爹那样苟且因循的。你得对得起爷爷在你身上的一片苦心，你得对得起那什么，你明白吗？恳请爷爷放下成见，和户部、兵部的大臣再好好商议一下。打仗乃是国家的事情，不可因个人好恶而动。爷爷一世英名，万一有个疏忽，于国于己都不好。那你跟我说的话都不算了。孙儿说的是真的，不管爷爷何时出征，孙儿都愿为先导，披荆斩棘，不必赴约。望爷爷三思。你也出去，都走。哎，走。怎么了？打仗的事情叫人烦心呐。爷爷让我带你一起去顺天，
看看新建的宫殿。他说迁都之后，要你我在那儿大婚。是。你不想问问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吗？每到圣旨下来，你都会问为什么吗？以前我以为我都知道，其实就是靠猜。啊，我让鸡鸣寺的老和尚和我们一起去顺天，爷爷让他在顺天挑座庙。方才我见你和单祥聊得很投缘，这是好事儿。太孙万福，起来吧。自从你当上秀女，我们还没有好好说过话。眼下又要迁都顺天，可能会有些日子不能过来看你，自己珍重。总听我娘夸起你，你要是觉得闷得慌，平日里多找我娘说说话。要珍重的是太孙。我自幼在宫内长大，知道轻重，太孙只管去忙。太子妃那里，我自当日日过去问安。好。那天我骑马从甜水胡同出来，迎面碰了一个头皮刮得铁青的小沙弥，跟我说送你一顶白帽子。哎，话说那个时候我也不是小沙弥，可你倒是个愣头青的王爷。一听这话，吓得魂儿都飞了。你疯了！你才疯了！几十万条人命在你手上，大明的国运在你手上，你摇几根破木头干什么？当年造反的时候你怎么不摇呢？要是真有一个神，真有一个佛俯瞰世界，那哪里来的这么多灾荒饥祸？青天先生刘伯温，卦能通灵，他算到自己鸟进弓藏，兔死狗烹吗？这些都是骗人的。有旨意，发营向北。有旨意，发营向北。下。有旨意，发营向北。什么旨意？老皇上终于下决心动手了。连孙子都……他不当面献媚，不想办法取悦你，说真话，你就偷着笑吧。难道你非要来一个马屁精吗？我知道，你是怕死在战场上，被后人耻笑，是不是？马上天子死社稷，理所应当。后世儿孙，就算不耻于我，至少也得留3分敬意。我死事小，误国事大。大明国运正隆，如人方到少年，羽翼伸展，横绝万里，不能因我
挫败有丝毫影响。就凭你这一句，关外就可以平息？哎，就算是战死在沙场上，大明的子孙又岂能够不为你报仇呢？爷爷，车马都备好了，就在外面。你沿途不要惊动地方官员，多看各地的民生。到了顺天看看宫殿，是不是有不合适使用的地方？给国师在昌平和房山一带修个好庙。朝廷拨钱扩建，庙的匾额我已经写好了。国师的行止由他自己定，你听命就是了。谨记爷爷的吩咐。皇上，那我就去了，你保重。老和尚，你是上西天呢，还是下地狱呀？我当然是去下地狱。我不下地狱，谁到下面去救你们呢？好，好，好啊，这我就安心了。我们会很快再见的。哎，要不要骑马？哎呀，你们这两个闷嘴葫芦啊！老和尚，路途漫长，说点有趣的事情听听吧。好，你们想听什么呀？一人只许问一个。你为什么整天走索啊？哎，可别问这个，他每次说起来都要讲半天，反正我是不信的。信不信在你，姑娘，你想知道吗？行，你慢慢讲啊，我上前面看看路去。是。我入佛门以来，是学古天竺传过来的外道，外道也是道，只不过是通过极端的手段降服自己内心的纷乱。第一代祖师就是在这顺天府房山的悬崖间找到一处天然的闭关洞，他携带真经，经踏索而入，在峭壁间的山洞里面涅槃而去。那还是大唐神龙年间。那一年，武则天刚刚被推翻，60年后，第二代祖师亦是如此，一直传到第9代。走索的功夫丢了，到我已经17代。我这一生练习不辍，希望能够进入山洞里面，一览真经，乃我毕生心愿。那一定要走索才能进去吗？古人诚不我欺，如果收摄心神功夫不到家，即使真经在手，也未必能够解脱。外面骑马的那个小子，他就不信。我也不信。这是我们的秘密。
喝点酒可以解乏。在这儿，你不必守宫里的规矩。好，给我也来一杯吧。好啊。快，别让刺客跑了！站住！休假雷池，死罪！太孙，我马上搜捕。不必了。就是个老朋友来打招呼。你们退下，注意警戒。是。走。看来你这位老朋友还是不愿意放过你啊。他是想要来杀你。宫体啤酒。虽然我不懂剑法，但是我知道聂星的心思。你告诉他，不用偷偷摸摸的，我就在这儿等他。这段时间朝廷的事儿很多，他心里很烦，就经常来找我喝酒。通常是一坛酒喝完，见了点儿他就回去睡觉。明天我们在河北高阳县落脚，你要杀，就杀我。一坛酒见底儿，就像今天这样，一刀就杀了我。然后能走多远，就走多远。夫妻情深。还没成婚就想着替他挡箭，怎么，我杀不得他吗？对，你杀不得他。荆南遗孤的第一批人已经回来了，如果我死了，他们会感谢我替太孙挡了这一箭，那老皇帝不会出尔反尔。如果你杀了他，你可以想象有多少冤魂为他死啊！聂星，我已经把这仇恨放下了，你明白吗？聂星，这件事已经过去了。他们是贼，把这个国家偷走了。他们杀了那么多人，怕后世名声不好，所以刀下留下几个苟活的，还让我们3拜9叩、山呼万岁、感激涕零。那死去的人怎么算？就这么过去了？我是受害者，我说过去才算过去。聂星，你这个软骨头，没志气。明天一大早，你的头像就会到处悬挂，还不批文，就会发到全国，你根本无处可去。
是觉得我怕死吗？我是要给靖难被杀的人争一点志气，争一点人格。这天下的公理不是他们说了算。你回去吧，我就让你看看他们是怎么死的。若薇，你行，你帮我带句话。我不怕还不文书，他们朱家父子的噩梦才刚开始。你行。一会儿回去，接着把酒喝完吧。参见太孙。诸位辛苦了，请起。谢太孙。太孙，这边请。工匠们正在忙活，有点脏。这么大块石头是怎么运进来的？回太孙话，自从永乐5年凿了这块巨石，便为他专门修了一条道路，到39寒天往道路上泼水，用了338名工匠。花了14年才把它推到这儿。有多少人参与建工？回太孙话，按照工部送来的趟样，一共有土、木、瓦、石、渣、油漆、壁画、裱糊8座，寺庙、坛庙、仓库、宫殿、王府等11行。这10多年来，一共有100多万人参与了建工。皇上派我来看看，给各位道个法。封赏的银子呢，也随车运到，派人去领赏吧。皇恩浩大。太孙，我再领你去大婚的西六宫看看。好，请。下午，国师让我陪他去房山巡查。选寺庙，我怎么不知道？这里结束以后，我跟你们一起去。他说不要你去，要不你下去问他一下。哎呀，选错寺庙也神秘兮兮的。行，我不去。太孙请。从这里走的时候还是少年，蓦然回首，真是有点忐忑不安呐。选好了寺，那你还会不会天天练走锁啊？不练了。哦，我已经让人帮我搭好了绳索，今天我就要走进去。今天走不进去呢？那无非就是粉身碎骨啊！我当年是亲眼看着我师父从锁上掉下去的。那你有把握吗？哎，你今天怎么没叫太孙来？让他来干什么？老和尚从来不干有把握的事情。你倒是比他洒脱多了。人生不过是一口气的事情。
打了那么多年的仗，我见过那么多死去的人，他们最大的遗憾，就是还有什么事情没有做。我不要留这种遗憾。那皇上呢？皇上知道你会离开吗？他自己当然知道，此次出征非常危险。如此便好啊！你们都到山下等候吧。帮我一个忙。什么忙？等一下，我若成功了，请你把绳索砍断。倘若我失足掉下山崖，也请你把它砍断。然后你可以骑马下山，从此绝口不提。哼，这世上已无姚广孝。老和尚，你就不怕你走到中途，我就把那个绳索给砍断了吗？你真是所托非人呐！靖难一役，这个罪业老和尚不躲。而今天请你来，也就是为了完成这个缘法。老和尚尚在半空，如果你挥刀砍下，我的罪业已了。老和尚将感激涕零。倘若你不砍，就是说，你已经饶恕了老和尚的罪过，也可圆满。狡猾。嗯。老和尚，你说你走所能悟道，你都悟到了一些什么呀？有时候，我觉得自己非常了解这个世界的万事万物，而有时候，我觉得对这个世界却一无所知。
自古帝王祭天立极，抚育寰宇，必建立原处，巩固国本，以免宗社无疆之休。朕夙夜精精，仰为祖宗磨烈招垂，付托至重，诚挑衍庆，端在元良。嫡孙朱瞻基，日表英奇，天资翠美，兹恪遵皇帝慈命，在基典礼，服顺舆情，谨告宗庙天地社稷。于永乐19年，授朱瞻基以册宝，立为皇太孙，以重万年之统，以系四海之心。臣朱瞻基领旨谢恩。国本已定，恭贺陛下，天佑大明，千秋万代。册胡氏、孙氏文，天之配，阴阳二气，地之载，乾坤易得，成天之路，得地之福。非以地德，无以生万物。夫以天威，堪足于雨露。故曰：敌体相辅身，白首相承，稽察古籍，周兴于江，凤鸣岐山，渭水流焉。是又命使奉金册，授胡氏为太孙妃，孙氏为太孙嫔。共成宗庙，以安社稷，以告天下。备成家礼，群贤毕集，于系受册。地册。清。福福。拜。
出了2月2，我就该随皇上出关了。到那会儿呢，你要多去我爹那儿走动走动。我娘总说你熬得要火候正好，劳你费心了。怎么说话那么客气呢？不许你说，我也会好好伺候的。说起来，太子爷是经常客气的，总让我不好意思。我爹这人就这样。爷爷总说，我爹是阴沟里边蹦出的棉花球，宫里出了这么一个谦谦君子，爷爷怎么看都不舒服。不过呢，话说回来，论功，叫声太子爷没毛病，但私底下还是得叫爹。算了，不强求你了。我自己觉得是个不祥之人，并不是对太子爷有什么成见。不祥。这是克鲁伦河，每到6月份要涨水，水大的时候，两边的山都会被淹没。如果你进兵到这儿，我在这儿，河的上游，用当年韩信的兵法，塞住流水，重兵驱赶，上游放水，嘿，总可以送你去喂鱼虾了。哎，我还没说话呢。这是绝杀。我在上方布上红衣大炮阵地，封锁全境，辎重车拆开木板，可以做临时居所和水上的筏子。涨水之期不足半月，一旦水涝，我仍旧进退自如。这是文人点兵，突发奇想。真正打起来，哪顾得了这些？当朝皇帝可是用骑兵1对1般的轰回去，一味的自夸勇猛，岂不可笑？当年对战之时，他遇到的都是没了士气的兵将，如今到这儿来打，不一样。草原是我们的故乡，离开这些水草，无处藏身。那个时候的士气军心，你再看看吧。我让你少来！发营了！发营了！即刻起兵！拔营了，还不赶快上来！发营了！发营了！即刻起兵！快点！全军戒备，立即发营！要骑兵不能深入塔室，小军必陷冷静。太孙到！不必多礼，坐。马正到了吗？在，太孙请吩咐。军医官、军令官，在。皇上赐我权限，越级检查，药品、人吃的、马吃的，都备足了吗？禀太孙，根据以往的经验，4400名军医加上各类药物，足敷6个月使用。这次把3000营好的养马官都带上，马已有60人。部队开拔天气炎热，
诸葛行军散、避瘟丹、止血散、风寒散、金疮药，给我调成小包。行军途中每隔10里设一站，让士兵们自取。是。调好之后拿来我看，不得敷衍了事。尤其是金疮药和止血散，战场上每伤1个人，我得分派2个人去照顾。医官做得不到位，战力会大打折扣。太孙，我这人手不够，现在还都是成品药材，要是磨成粉，分成包再发下去，还需要2个月。谁都管我要2个月的时间，这仗还打不打？一出长城必须做好。关外的气候白天炎热，夜晚阴寒，新兵根本受不了。做不到，提头来见。请太孙的是否可以把风寒散先制成包发下去？那是太医院的方子，行军打仗最是有用。准了。是。马正这边要派出一支队伍，作为先锋队，找到合适的地形扎马厩。前2次夜里炸营，早上起来几千匹战马跑得干干净净，这一次要格外小心。还有，战马夜里要加盐加料，别等我冲锋陷阵的时候，马跑不起来。我这边人手不足，单是照顾后面的驼马，人手已经不够了。人手不够就去招，战马是部队的腿，真出了事儿，军法无情。是。我刚才沿途过来，一路军队喧哗，不少马车上放着大大小小的箱子，都是军官的行李。出门打仗，带这么多行李干嘛？死了国家给棺材！哼，哼。一出长城就是6个字：扎硬寨，打死仗。什么叫硬寨？寨前寨后挖3道壕沟，前壕、中壕、后壕。前壕、后壕宽4丈，深1丈；中壕深8尺，宽1丈。壕底插满竹签，不得敷衍，不得偷懒，不得侥幸，哪怕只住1晚也得挖。鹿角、巨马、营车、火药，给我按规矩放好，稍有闪失，我先打你军令官。是。打死仗，就是要以死相逼。两军对垒，勇者胜。扎硬寨、打死仗是我明军的风范，诸位莫忘。是。散了。太孙，你这个小小的弼马温，刚才笑什么？我笑你威风啊！这么一会儿功夫得罪了这么多人，自愧不如。皇上吩咐了，我能怎么办？顾不了那么多了。我在队伍里做个小马夫，看到的多。现在这些军官，很多是从靖难时期过来的，一个个都发了财。说起来，马正有那么多人，其实下面吃空饷的很厉害，一半都不够。皇上是靠这支部队起家的，未必不知道。现在战争在即，想要狠狠地整改一次都做不到。皇上身边没有说真话的人，得罪就得罪了，总好过打败仗。倒是你，下次再让我看见你冷笑，我就先抽你一顿鞭子。你们猜猜，他什么意思？瓦剌和鞑靼本来就不和，我们在他们身上可没少花银子，所以我想，这个瓦剌的首领要来，他一来是想要探探大明的底儿，二来是想看看大明到底要打算对付谁。我看要不这样，我们先把他稳住，让他们配合我们灭了鞑靼，等我们回师的时候再回手收拾瓦剌。精打如意算盘。你们说怎么样？瓦剌的首领是马哈木，这个野仙是他的孙子，乳臭未干。马哈木哪敢来呀？要是被我们扣住，瓦剌部族不就一败涂地了？
二哥说的摸底大概不差，至于和我们联合起来打鞑靼，我看未必。那也不能让他把底给摸去。听说那个野仙是草原上的名将。明天下午我见见那个野仙。爹，一个小小的首领，我见就行了。知己知彼嘛。我是不是太老了，让他起了轻慢之心？哎，长得也不够英武。要不你来吧。是。啊。反正他也不知道永乐是谁。你呢，穿上龙袍，往这一坐，好好吓唬吓唬他。我说些什么呀？我不管你说什么，让他害怕就行。哎，你们说呢？让他看看呢，大明朝的皇帝，年轻，英武，啊！到时候我就是个老兵，点完那个香，完了站在那儿伺候着皇上，啊！大明天子召见瓦剌部使者野仙，野仙随旨觐见。大明天子召见瓦剌部使者野仙，野仙随旨觐见。瓦剌部使者野仙觐见大明大皇帝。瓦剌部族问候大明大皇帝。瓦剌部此番来访，是何用意啊？听闻大皇帝举倾国之力出征，不知有何效力之处？你倒是孝心可嘉。朕要讨伐鞑靼。这些年，鞑靼多次搅扰我大明边境，掠我子民，伤我士兵，朕已经忍无可忍。这些事情，你瓦剌部也有份。我部族里有些人是受了鞑靼部的勾引，绝非是首领的命令。大皇帝若肯用得着瓦剌部，我们愿做先锋。瓦剌与大明永世友好，绝无侵犯之意。先锋，你有多少人马？上上下下能战之士4000有余。是个点人啊！我大军100万，不在乎你这4000人。不过你这份心意，朕领了。回去告诉你们那些混杂在鞑靼里的族人，让他们走得远远的。是。这次我还带了我爷爷马哈木送给大皇帝的礼物：上好的战马500匹，羊2000只，请大皇帝笑纳。你爷爷为何不来？他得了病，在静养。那日从马上跌下来，已经1个月没起床了。若需要医生和药品，尽管开口。是。
大皇帝万寿无疆。哎呀，怎么样？樊中，好好招待他们吃喝，厚赏银两，不可有一点怠慢之色。是，去吧。回来。你问问他，这个大明朝的大皇帝印象如何？是，去吧。这个大明朝的大皇帝印象如何？怎么还坐着呀？哎，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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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皇上，怎么样？他哪见过那么多银两啊？和他一起来的那些人，一边喝酒一边高喊“大皇帝万寿无疆”。我让你问的话呢？那野仙倒也有趣。他说：“大明朝皇上果然英武有为，不过旁边挎刀的那位老兵才是真英雄呢。”他人呢？刚刚送走。这还了得？怎么能让这样的人回去？快去，把他追回来！追回来！就算马上得罪瓦剌部，也不在乎。我观他年纪轻轻，英武杀气，再有这双风尘巨眼，非要成就一番事业。这是上天要和大明作对吗？还不快去！是，我也去。兄弟们，情况看来不妙，赶紧分散开，往家乡走！快，快走！上！快点追！下！走！下！上！上！上！
9万。没关系，随便打一张，还可以随便呢。9文，这个赔钱，这个不要，再翻。收了，收啦，哎。听说皇上在呼兰呼士温大破鞑靼精兵，这场仗啊，照这个打法，我看很快就可以回来了。哎呀，赶紧回来吧！阿弥陀佛了，我天天都要烧香。早上我又看见太子爷去兵部了，以后有什么公务就在府里办吧。难道太子爷的玉体还比不得几个兵部官员的腿吗？看看，牌小了，就开始忧国忧民了。2万，收了，又收了。哎呀，这牌真是没法打了。金口气。哎，太子妃回回都摸至尊宝，我们左右都输，我呀也只有洗牌的份儿了。到时辰了，我得去熬药了。那可深受你了啊。他呀是真不会打，我们俩接着玩。我有件为难的事儿，你帮我问问成不成？您吩咐。有人告你姑姑的状，这太我表不了啊。不过现在刚刚迁都，里里外外操心的事儿多，他也不能老懒在床上，真把自己当皇亲国戚了。我马上就去问。将来啊，你就是太子妃了。按照老百姓的规矩，长儿媳持家。如果里里外外没有一个帮手，还真不成。也是帮你自己办事儿啊。是。这粮草必须要送进来，这是要夜宿放蛇的困难。说太子爷，这件事情臣认为去吧。哦，呼兰呼士温这一仗打完了，皇上的意思是要分兵，可依我看，这兵分不得呀。何止兵分不得呀？补给、军火、辎重都需要重新调整，怎么能说分就分呢？哎，你们不要附和着我说话，我劝归我劝，但是还要拿出具体的办法来。如果真的要分兵，这兵怎么分？兵部有没有什么想法？分出左右翼，汉王和赵王带兵。皇上是要过沃难河吧？哎，沃难河这边怎么连地形地势都没有啊？自本朝以来，就没有人领兵去过沃难河以北。我们的测绘员哪里能想到皇上能走那么远？我看这兵分得好。侧翼勾连，这一左一右，像剪刀一样。大化误国。怎么大化误国？别给我扣帽子！我问你，你只看见了鞑靼的老巢，你知不知道此地水多车辆难行？皇上要是在雨季之前打胜仗，户部还有一些把握；雨季一到，全军都得饿肚子。这个责任，你担得起？以皇上现在进军的速度，到不了雨季，
就班师了。书生之见？什么书生之见？我看你是懦夫之见。你好了好了，你们两个人不要再吵了，都是为国家办事，有话说话，不要伤及个人。太子，我是这么想的。好了，你看啊，太子爷，我看是快了一点。是啊，把阿鲁台请援的折子拿来。阿鲁台去年向我们请援，说是瓦剌部杀了他们的首领本亚失里，当时他们的驻地也在这个位置。可这次皇上出征，阿鲁台的驻地向后挪了500里，你们觉得他是什么意思呢？这是要出伏兵，断我后路啊！我看未必吧。就算他有反意，现在皇上的军队连胜连捷，他也不敢动吧？把最新的军报拼一下，看看他们的位置。瓦剌部在斜侧，鞑靼部正面退却，木良哈在我右翼，阿鲁台守着我们的供给线。太子爷，这可是个口袋呀！太子爷，哎，不要紧，那就这样决断了吧。好，来记。皇上与呼兰呼石温大破鞑靼主力，一为可喜，一为可忧。鞑靼部虽败不乱，持续退却。兀良哈与瓦剌部前行在我军左右2翼，阿鲁台残部潜伏在我军补给线上，甚为可忧。雨季将至，后勤补给不差。3部合围，我军火器难以展开，反为敌至，望皇上深思。哦，再多写上一句：皇上要即刻分兵，令左右2翼分别击退瓦剌和兀良哈部。若在6月前不能大胜，当即刻撤兵。仿诸葛孔明5丈原故事，多陈疑兵，多设营帐，多挖灶眼，伺机再出。600里加急。分兵的话，得赶紧出一个方案，我带人去整理。但是现在瓦剌到底有多少兵力？我们的情报不准，他们自称有4、5千人，我们的情报是2、3万人。左右翼分兵，这兵怎么分呢？皇上有60万精兵，他统领中军，左右2翼各分10万，想吞下我们，他就是老母猪也撑死他。只要不下雨，我们的红衣大炮和火铳无人能敌。你们发现了没有？草原上出了一个霸主，各部族的行动是有统一调配的，他能够统筹全局，这才是最令人可怕的地方。
齐京凤遇上慢郎中，这马又不是你儿子，把眼倒这么细干嘛？别人觉都不够睡，你偏偏搅得我半夜起来干活。这些都是最好的战马，人不细，明天冲锋的时候，脚力不足。你还挺来劲。依我看，这个战法，到不了年尾，就可以班师了。是吗？哼！管你有千军万马，大炮一轰，火铳、排子枪扫过去，就算天兵天将也扫成马蜂窝了。未见得吧？这草原上很快就下雨了，火铳还能用吗？就算不用火铳和大炮，明军士气高，足可破敌。老皇帝要把这儿夺过来，这儿的各部族可是为了自己的家园作战。明军的士气高，我看未必吧。你去睡吧，今天晚上我守夜。太子爷，今天太孙妃说，能不能请兵部的官员到太子府来办公？我听着挺有道理。您要不要考虑一下？办事都是有规矩的。太子府不是兵部，我在家里开兵部会议，有人就会说太子谋权。太子妃今天也说了，此事不必在意。可规矩是人定的，规矩是死的，人是活的。北京不比南京啊，离塞外到底还是近，风又寒。哎，我去请太医。不用了，等天亮吧。我先去请太医。你回来，回来。这深更半夜的去请太医，天不亮，满宫的人都会知道了。